在上次的课程，我们提到，目前人类发现了100多个元素。这次的课程会带大家认识几种生活中常见的元素，分成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2大类来说明。我们先来介绍金属元素。金属元素在常温常压下大多是固态，大部分外观为银白色，有良好的延展性、导热性和导电性，可以加工成各种不同的物品。例如铁元素，熔点大约在摄氏1500度，因此可以制成炒菜用的铁锅，在烹煮食物时不会融化变形。不过，有极少数的金属在常温常压下不是固态，例如汞是液态的。汞俗称水银，是工业上常用的材料，也可作为温度计，可测量到大约摄氏350度的高温。但是汞对生物具有毒性，任意弃置会造成环境污染。接着，我们来认识一下金属的延展性和导电性。延展性指的是物体受力时的变形能力。黄金是延展性最好的金属，1公克的黄金可以拉长到数公里。银的延展性仅次于金，还是导电性最好的金属。由于金和银的延展性良好，且数量稀少，因此常被用来作为饰品。虽然银的导电性很好，但是价格昂贵，无法大量使用制成电线，因此通常用导电性第2名的铜作为主要材料。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充电线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剪开充电线的塑胶皮，会发现有些橘红色的铜线。仔细一看，有好几条很细的铜线和银色的金属线缠绕在一起。因为铜的价格偏高，所以会混合其他金属制成电线。电线中铜的比例越高，用量越多，导电的效果就越好，充电速度自然越快，但价格也会比较贵。讲了这么多金属元素后，我们来认识非金属元素的特性。非金属元素的颜色不固定，熔点和沸点都有很大的差异，延展性、导热性和导电性不佳，常温时各自以固态、液态或气态存在。我们来看几种非金属元素。首先是碳，碳可以和很多元素组成各种化合物。例如碳元素和氧元素可以形成2氧化碳。同样都是碳，组成的结构不同，就会形成不同种的物质，有不同种的性质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铅笔笔芯的黑色石墨和透明闪亮的钻石，其实都是碳元素组成的。石墨是层状排列的结构，钻石则是立体网状的结构。由于立体网状结构比层状排列更稳固，所以钻石很坚硬，是硬度最大的宝石。石墨却很软，很容易剥落。在导电性方面，石墨是少数可以导电的非金属元素，钻石的导电性则是很差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很常见的元素硒。硒是地壳中含量第2多的元素，占了26%。在矿物中，通常以2氧化硒或硒酸盐的形式存在，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。你可能会觉得很陌生，其实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含有硒，例如硒胶和玻璃。硒到底有多重要呢？我们每天在看的电视、滑的手机、听的音响、用的电脑，里面都有半导体。半导体里面的圆形晶片是用高纯度的硒制成，又称为硒晶圆。如果没有半导体，就不会有这么多轻巧方便的科技产品。因此，美国大西洋月刊将半导体列为世界第4名的重大发明。而半导体也是台湾重要的产业，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产值可是在全球排行的前几名呢。看到这里，
你对于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的差别有感觉了吗？来小试身手一下吧。来帮你做个重点整理吧。我们可以将元素分为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两大类来看。在常温常压状态下，金属元素大多为固态的银灰色，熔点和沸点偏高，延展性、导热性和导电性都不错。接着，我们认识了金、银和铜等3种金属元素的性质。延展性的前2名是金和银，导电性的前2名则是银和铜。非金属元素在常温常压下的状态都不太一样，色泽、熔点和沸点的差异都很大，延展性、导热性和导电性则是都不好。石墨是少数可以导电的非金属元素，和钻石都是碳元素组成。硒是半导体硒晶圆的重要原料。最后，给你个小问题想想，在目前发现的100多种元素中，是金属元素比较多，还是非金属元素比较多呢？欢迎你去寻找答案。如果有看到其他有趣的元素，也可以留言在影片下方，和大家一起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